大家好，我是今天要一口气带你逛10家东京文具店的博士们，从大型综合型文具大楼到真正好买好找的文具杂货连锁，再到品牌专卖店、小众独立店，可以说是信息量很大。欢迎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作为你下次旅行的攻略，或是给文具控们解解馋，没事拿出来看看。如果说只能选择一家文具店打卡，我会首推位于银座的伊东屋。这家历史超过100年的文具店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端大气齐全。文具控来到这儿就想回老家，对文具无感的人走进来都很难空着手走出去。伊东屋主馆有一整栋楼全是文具杂货，街对面还有他家的一小栋副馆，大家也可以一起逛逛。2栋楼加起来一共18层，12个主题，每2-3个小时我怕你走不了。今天我主要介绍主馆。我把伊东屋称为去东京必逛的文具店，因为在这里从实用又好看的平价文具发烧友喜欢的高端笔、真皮本，到超限量高工艺的收藏级钢笔，你都能找到。每层楼虽然不大，但是货品选择多呀，新品上的也挺快。你是手账儿吗？手账儿来到伊东屋，直接在1楼拿好购物小筐吧。从小贴纸到纸胶带、印章，从真皮限定活页本到各种纸张尺寸的定页本，绝对天堂本堂。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伊东屋的商品陈设，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特定主题的展览，小文具一样能做出有艺术感的陈设。来到这里，你就真的能感受到他们做文具是认真的。重点推荐一下3楼的钢笔区，非常的开眼。楼上的彩纸陈设也是特别的治愈，每次看到都很惊艳。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专设的写信专区，大家不妨去给自己寄张明信片。伊东屋名气大，但是不是唯一一家这种综合型的文具店。Loft 也是文具控一定要去的地方，而且 Loft 门店多，热门的商圈都能找到它。它的主题色是明黄色，很好找，主要卖各种杂货、文具、生活小物等等，一般是有一整层楼的文具区的。和伊东屋相比呢， Loft 一般没有那么多高端的贵的货，但是好买程度绝对一流，各种手账本啊、笔啊、手账素材、笔袋、印章应有尽有。而且 Loft 的选品也是非常紧跟话题度的，很多品牌还会有 Loft 限定的商品。我每次去东京都是在 Loft 先逛一圈，感受一下现在这边在流行什么文具，抓一抓风向。视频里的 Loft 素材是我在涉谷 Loft 拍的，这家是非常的大呀，东西非常之多。Loft 常有一些很人气的选品，尤其在手账方面非常齐全，活页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。在这边时常能看到一家人一起选文具，或是几个好朋友热络的讨论文具的场面，真好呀。和 Loft 类似的还有尤多巴西，这是一家大型综合电器城，但其实里面也有一整层楼的文具，规模可观呐。这里的视频是我在东京吉祥寺的尤多巴西拍摄的，他家是电器城嘛，一整个装修呢，既没有伊东屋的那种高档的感觉，也没有 Loft 的都市文青风。尤多巴西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具大卖场，可别被这朴实的陈设骗了。这里东西也很多，很好买，而且居然还卖万宝龙、百利金这些钢笔类。不过我会更推荐学生党或者家长想给小朋友买文具的，到这边来逛一逛。各种文件夹、笔袋、本子什么的分类超级清晰，性价比又高，便宜又大碗。他家还专门把最新最有话题度的文具专设了展台，也有之前刚颁布的文房具屋大赏的展台，我就在他家买了一堆啊，之后准备来做文房具屋大赏的视频的。想看的朋友评论弹幕里告诉我，我特别喜欢这种分类清晰的店，就很实在。以上这类综合文具店，我今天就选择了这3家作为代表介绍给大家，另外提名一个 Tokyo Hands， 也是多家门店啊，类似 Loft 的感觉。其实呢，这些逛下来就非常爽了，但是怎么可能就这么几家来打发你们嘞？看完综合文具店，我们看看钢笔专门店吧。例如下面这家新宿的 Kingdom Notes， 熟悉钢笔的朋友可能见过这家的名字，因为他们和写乐合作过很多配色很漂亮的钢笔。其实这家店自己就是卖钢笔的，而且有大量品相不错的中古钢笔，也就是2手钢笔。视频里这个阵仗怎么样？我就问怎么样？墙上陈列的这些其实全是中古钢笔，有比较新的款，也有市面上少见的一些老款，尤其多的是万宝龙钢笔、圆珠笔、自动铅笔的万宝龙，依次给你看个过瘾啊！新笔呢就都放在中间的柜台里面，工作人员工作台背后一整面墙是各种品牌不同的钢笔墨水。钢笔爱好者如果想找中古钢笔，可以到他们家来看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家网站呢会同步更新新入库的钢笔，中古的和新的都有。我就从他们家网站买过中古的中屋万年笔嘛，不过这次去店里没有看到特别心动的，嘿，钱包躲过一劫。那像这样专门卖钢笔的店，还有2018年视频里就拍到过的位于港区的书斋馆，那家啊都是新钢笔，店内陈设非常高级感、大人感，钢笔爱好者也一定不要错过。在这里顺嘴提一下。好了啊，这种贵的东西看完，我们来逛逛很多人的初心压压惊。怎么讲呢？许多朋友入坑手账就是因为一个叫 Hobonichi 的品牌，没错吧？去东京的小伙伴可以去Tobichi店里圣地巡礼一下。很多文具手账品牌除了在大型文具店有售，其实他们自己也有自家的专门店的。Tobichi位于咖喱基站区神保町，大家吃好咖喱可以过去逛逛。门店不大，整个有种亲切的感觉，不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。店内有各款 Hobo 书衣、抽屉包、小配件等等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书啊、杂货呀、衣服呀，商品很丰富。在实体店里逛 Hobo 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要知道每年 Hobo 新款出来，我是屁颠在电脑前面等着看图看文案的人呢。一看了
7年，终于来到这家小店，所有的东西都实实在在的摆在眼前的这一刻，觉得一路以来有文具陪伴，温暖又踏实。虽然是第一次来这家店，却好像已经来过很多次一样。在这里，你一定会遇见不少和你一样大老远专门过来的 Hobo 用户。那说到品牌自家的门店，日本文具国民品牌国誉是肯定绕不开的啦。这次我们云逛2家国誉的店，因为是非常不同的风格。第一家叫做 The Campus， 就在位于品川的国誉总部。这家店是一个多用途空间的概念，整体设计风格我超级喜欢，非常现代摩登，简洁又舒服的那种感觉。里面很大，一部分是文具区，可以去试用各种不同系列的文具，有针对学生党的呀，有设计给工作党的呀，还有一些很有创意的获得 Kokyo Design Awards 的文具，那里都可以看到、试到、买到。店里有很好闻的咖啡香，因为可以买咖啡，旁边还有大片的可以休息的区域，甚至还有一架贼拉酷炫的钢琴。你们就说他家会不会？这家店给我的感觉就肯定是超出文具店的概念范畴了，更像是国誉的一个沉浸式概念展示的空间。因为国誉他们公司里面的办公环境也是这个 feel， 是非常的 free， 想坐哪里就坐哪里的那一种。这里的气氛更偏向年轻有格调的大人风，我非常喜欢。尤其推荐那几样只能在这家店才能买到的限定文具，我之前开箱里面发过的。另一家国誉的店叫做 Kokyo Doors， 在东京羽田机场，飞羽田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。在过安检之前哈，我在逛这家的时候呢，还是很惊讶于店里顾客的多样性的，来自各国的朋友真的是男女老少都有，都在饶有兴趣的试着笔翻着本子。这家店名字起得好 Kokyo Doors， 为各位打开文具的大门，拉人入坑。来到这里呢，更能感受到国誉产品线覆盖之全。有很多朋友喜欢的活页替芯，就整整齐齐的排开一大排，各种不同的格式啊，不同的纸张的书写感啊等等，看得热爱书写的朋友那叫一个内心狂喜啊。再一转头，旁边是一整面墙的本子，各种各样的本子，真的是眼花缭乱，甚至还有国誉品牌创立之初的本子的复刻版，我开箱发过的，我爱死了那个复古感。除此之外，这家店还有一个你都没有办法错过的环节，就是那台颜值非常高放在门口的自动贩卖机，在自贩机买文具，而且还有盲盒选项，就说你能忍得住吗？还能扫码支付，反正我没忍住。这里还有各种伴手礼套装什么的，反正设计的是一点都不潦草，大家自己一定要去看看啊。那除了上面这些大家都知道的 Hobo 国誉，当然还有 TN 自家的店可以去逛逛啦。对于中目黑的总店还有东京站店，我都在以前的视频里分享过。中目黑店不算很好找，东京站店就更难一点，不过 TN 的粉丝不会被这点困难难倒的。去的时候记得带上小本子可以敲章，还可以买一些店内限定版本的 TN， 就也在这里一起提一下。 OK， 除了以上这些品牌专门店、大型综合文具店，其实还有一类我们还没逛，在我个人看来也许也是最迷人、最让资深文具控惦记的店，就是小型独立文具店。对于吉祥寺的36 Saburo 我就特别喜欢，选品的品味好，有他自己家原创的文具，也有别的品牌的文具，总体调性是有点复古、有点中性、有点怪趣的。我还在这家买了一些吉祥寺相关的小物，作为纪念品最合适不过。其他买来的文具在开箱里都分享过了，可惜他家不给拍摄，所以我就这么干说一下。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去啊，真的推荐这一家。然后我们来逛手指社的2店，叫手指社 Second Story。手指社是大名鼎鼎的纸博的主办方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手指社应该也是蛮精彩的。2店的东西多，地方大，可以点餐吃饭。1店呢就很小，东西也比较少。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直奔2店。一个小 tips， 这个2店在那栋楼的2楼，其实1楼那家呢是另外一家店，也卖文具。我们先来看手指社，回头再看1楼这家店。手指社的店里的氛围比较文青，就如同他家文具的选品一样，大家都很爱的表现社的产品在这里就是非常的齐全。总体来说，便签这部分在他家就真的是一个精彩，绝对挑花眼的级别。除此之外，印章和纸胶带也是看头十足。最让我惊喜的是，这里有很多知名作者专门和手指社出了联名款，例如我个人超爱的高崎酱熊，我就在手指社买到了高崎酱熊和手指社联名的帆布袋，100个喜欢。店里的午餐套餐味道也挺不错的，我点的是牛脸肉。不好意思啊，话题跑偏了。总之，我们那天几个文具控一起逛的这家，都表示很喜欢这家店的气氛和选品，非常推荐喜欢便签、印章这类文具杂货的小伙伴前去打卡。刚提到的1楼的店铺也有文具，而且 logo 特别不显眼，其实人家叫书语咖啡，这家就更像一家比较典型的书店、文具店、咖啡店3合1的那种模式。文具区域不是特别大，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发现，不算是值得专门跑一趟的，但是因为在手指社楼下，所以来都来了，你懂的，一起逛逛呗。总之这家属于比较舒服的那种气氛，应该在东京有很多小书店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的。压轴呢，我选择了一家老店，成立于1887年的文具画材店文房堂，它的本店位于神保町，大家可以安排和 Hobo 店一起逛，离得挺近的，而且周围全都是中古书店，喜欢淘旧书的朋友应该对那边比较熟悉。文房堂的1楼是以画材小杂货为主，2楼是文具区，也有一些画材，楼上还有咖啡厅以及绘画艺术相关的产品，所以大家发现了这家店呢，文具不是主角，画材才是。不过文具区也还是不错的，虽然东西没有 Loft 那些大店那么多，但是选品挺有意思的。我尤其喜欢的是楼梯两边排列的密密麻麻的各
各式各样的明信片，哎，我上个楼都不让我专心上，真的是了。我知道很多手账儿也是爱画画的人，推荐文房堂给这些画画的手账儿去打卡，尤其推荐店里1楼门口的一些复古复刻本子，都是他们家几十年前的设计，现在复刻出来的，有画画用的，也有写笔记的，选择很多，我个人觉得很特别。这也是我开箱视频里说日本店员小姐姐跟我说歘歘的那家店。同类型的店呢，还有大名鼎鼎的世界堂，出现在很多动漫作品里面过，推荐对画材和文具感兴趣的朋友也一定要去新宿的世界堂本店，你们绝不会失望。好啦，以上是这次我们一起云逛的10家东京文具店，以及顺便一同推荐的以前就推荐过的店，加起来10多家了吧，应该能让文具控们看个开心了。我知道今天每家店放出来的视频都比较短，因为是合集，所以讲的比较快。更多逛店视频呢，我就放在之后要发的 vlog 里面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蹲。好啦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整理的这个东京文具控逛店合集，留着做功课的朋友记得收藏，看得开心的朋友请帮我点个赞，多多关注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了个拜。